然后第一页是吃早餐，然后第二页就是看地图，然后狼少了一只这样，他就帮我把它都记下来。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出绘本了，就看老师把。我有次去动物园写生的时候，然后我就做了很久，在做的时候就很多家长就是带着小孩子去动物园玩，我就听到有一组家长就说，你数看有几只？然后呢，小孩就开始数起来，他说1、2、3、4、5、6、7，然后我就觉得，好，然后就继续写生。然后他离开后呢，又来了一组家长，爸爸又问小孩说，你数看有几只？然后他就开始又数起来了，结果小孩子就数6只。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嘞？那应该是有一只跑出去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想法，这本绘本就是诞生了。这个故事是一个就是在翻转小红帽的故事，它是一个小孩子去动物园，可是小孩子就是从小红帽变成红小帽，就是会日常会去动物园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会遇到老奶奶，也会遇到灰狼。其实我觉得最难画的一页就是说他发现老奶奶不是灰狼的时候，他吓到了那一页。那只灰狼它其实是一只友善可爱的灰狼，可是它画面是红小帽被吓到。那我到底是要画得很可爱，还是画得很可怕？然后我和编辑就是在这其中是非常的挣扎，因为编辑就是他认为说，以主观来讲，那个狼是可爱的，所以你不能画得很可怕。可是如果我在那一页大家好 shock 的时候，就发现它是一只可爱的狼，那好像就是又没有阅读的感受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就是在这一页就是重画5、6遍。所以大家也用3页的空间来想你们自己的地图故事。这本绘本是我第一本绘本，然后我在这之前都不会做绘本创作。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把我的这个故事去动物园写生的故事告诉旭光老师，然后旭光老师就是他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他就帮我把它分成1页1页。然后我就觉得，分成1页1页了，已经有15页了，可以做成一本绘本了，所以我就拿这个来投好绘芽。当我接到好绘芽通知获奖的电话的时候，我是兴奋了1个礼拜，没有兴奋的每一天，就是兴奋到我就是与出版社，然后与你们见面的时候，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在这之前，我觉得一个素人，然后要做一本绘本，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大家不知道我以前的风格，所以没办法去信任我，让我去做一本书。所以当我确定这个计划可以让我出一本绘本，然后可以找一个出版社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我那一刻我终于可以说我是绘本作家，就是不用在那种就是去讲座的课填说我是无业游民，我就可以填我是绘本作家，因为我一定有一本绘本，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好绘芽的企划。那我过程每天都觉得好痛苦，因为就觉得画不出来。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可能真的是因为第一本绘本就觉得一定要画一本旷世神作，每天都觉得好有压力，然后不能对不起我的这个机会，就因为这样的想法反而画不出来。然后当我做完了，就是确定可以出版那一刻，就是一切都忘记了，只剩下快乐。你的赞。好，1、2。我自己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绘本它有图跟文，然后我自己画图跟写字的时候是感觉非常不同步的。我总觉得写字的时候是要就是去想一个故事，然后故事就有它的结构啊，它的脉络，它的文字要怎么呈现。可是画图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画图是一个画面，然后它是有张力、有氛围什么的。然后我在做这2件事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撕裂、很分割。但我觉得画绘本它重点是说，它不是要画一张好看的图，而是画一张连续的图，然后用这个连续的图来说故事。那我觉得这个方面都是由旭光老师教我，然后他就是觉得说要把一件事简单的说出来，有事情说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就对，就是不要想得太多。